表面似佛，实则伪佛。在汉地曾经的800年历史上，白莲教多次经由苦难孕育，却在紧随其后带来了更大的苦难。我们到底可以从中得到怎样的教训？我想，哪怕是智慧且温和的佛学，假如改造于庸俗化，醉心于功利化，那么破坏力同样是十分惊人。今天我们将完全抛开传统叙事，一起聊聊这朵沾血的白莲，相信会给你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启发。大家好，欢迎来到人间见禅频道。来自净土中的善变，大家都知道，莲花在佛学中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第一，莲花作为水生植物，生长于污泥之中，花朵却不被污泥所玷污，象征我们身处污浊恶世，却依然可以保持清净不染。第二，莲科是非常古老的被子植物，莲花开的同时，莲子就已发育，这种花果同时的特征，也象征了因果相依。正因为如此，莲花经常被比喻为般若智慧的代表，尤其是白莲花，更是清净无染的佛学象征。因为这样的情怀，在1600多年前，东晋的慧远大师在庐山脚下的东林寺种满了一池的莲花，并与众多僧俗一起念念不忘，共期西方，创建了白莲社。慧远大师成为了净土宗的开门祖师，而在历史上，净土宗也被称为莲宗。时光荏苒，然而在600年后，事情却出现了一些变化。靖康耻，犹未雪。1131年，距离北宋的徽钦二帝被金国掳走已有4年了。逃到了越州的宋高宗才稍稍安定下来，便痴心觉得江山收复有望，改元为绍兴，并改越州成为绍兴城。但他此时还不知道，就在绍兴元年，就在离绍兴城不算远，位于今天的上海青浦区，一个叫毛子元的人，先出家后还俗，仰慕慧远大师的白莲社遗风，创造了一个叫白莲宗的组织。毛子元这个人，自幼父母早亡，庙里面也待过，江湖上也跑过，算是有几分聪明。在佛学的各个派别中，净土宗的念诵修行最方便，他就用净土宗的修行方式；天台宗的义理组织最严密，他就把高深的天台宗教理都画成图画，让底层百姓一看就懂。他带领信众们受持五戒，严守护生，这本来都是好事。北宋到南宋之交，百姓颠沛流离，本就需要一些寄托。然而白莲教灾难根源之一也就从此时种下了，这就是我们开头所讲的改造于庸俗化。此时的白莲宗既有出家僧侣，也有在家居士，半僧半俗，身份混乱不堪，教义简便粗陋，师徒宗门这些社会关系倒是变得严密起来。所以很快白莲宗就被禁止了，毛子元也被发配到江西九江，但反而给了他外出传教的机会。没办法，2年之后他就被赦免了。白莲宗的势力越来越大。1166年，宋高宗的继任者南宋孝宗皇帝接见了毛子元。此时毛子元可能已经年近古稀，但他能给皇帝讲解净土法门，并获得了白莲导师等称号，也算是给他颇具传奇的一生留下了圆满的注解。回来没多久，
毛子元就去世了。但这支白莲才刚刚在历史中浮现，拥有了可以兴风作浪的组织，但是还没有兴风作浪的动机。不过很快就有了，让我们接着聊。吸收邪魔，亦成邪。毛子元死后，原本就混乱的白莲宗就变得更加没有约束了。世俗简称活佛如来，妇人善号佛母大士，这些都是当时的记载。更加致命的是，莲花宗吸收了一个非常具备有破坏力的组织——弥勒教。要知道，和白莲教一样，弥勒教同样也是伪佛，而且早几百年前就已魔改完成，早就开始造反了。关于这部分的内容，还是让我们拉回来细讲。大家都知道，净土中有2个代表性法门，分别是弥陀信仰和弥勒信仰。弥陀信仰求往生后前往阿弥陀佛所护佑的净土西方极乐世界，弥勒信仰求往生后前往弥勒菩萨所修行的净土，我们此娑婆世界的兜率天内院。历史上2个法门都曾有不少僧人修行，比如净土中主师慧远的师父道安大师修的是弥勒信仰，而慧远自己却修弥陀信仰。净土中的这2个法门求的都是往生净土后借净土之力可以加快修行，但在东晋之后，因为弥陀信仰接连出现谭鸾、善导等多位大师，所以影响越来越大，而弥勒信仰却渐趋衰微。但有必要在这里多说一句，兴与衰只是历史无常的结果，并不代表法门有高下。佛学84000法门皆为正道。此外，关于净土的理念，佛学不同派别也有不同的看法。上座部是持明确反对意见的，强调自力解脱，而禅宗的部分派别主张一念清净，当下即是净土。这些争议同样也可视为法门不同，我们这里也不进行评判。回到白莲宗的历史，毛子元在世的时候主修弥陀信仰，但在这之后却逐步被弥勒信仰渗透了。只可惜却是由弥勒教的这个伪佛派别带着魔改的弥勒信仰渗透的，并且逐步占据上风。原因很简单，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弥陀的净土远在天边，只能寄托来世，弥勒却会在未来降世，将此秽土转为净土，尽管可能还需要等一下。在三世佛佛学的至高慈悲这一期中，我们讲到过，在大乘佛学中，弥勒被尊为未来佛，然而原本这只是属于佛学唯心辩证后的浪漫结果，却在伪佛传播中被功利性地转化成了邪魔诱惑。他们说弥勒要在未来降世，不，就是现在。历史上弥勒教曾因此多次作乱，可直到遇到了白莲宗之后，才真正的掀起了滔天大浪。白莲宗为体，组织分散，却森罗密布；弥勒教为心，獠牙锋利，且轰然作响。合二为一，白莲教诞生了。从宋入元，白莲教算是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不过，这已是邪魔完全体了吗？然而，还并没有。白莲成形，天下横行。总有人错误地讲解，
白莲教是硬骨头，反元、反明、反清，谁当朝就反谁。可事实真的如此吗？还不如说，每到土地兼并、官兵压迫的时候，百姓就越来越苦，就有了动因。可难道此时白莲教就会出来帮助百姓了吗？当然不可能。当地的白莲教只会跳出来，再踏着贫苦百姓收割最后一刀。当地的白莲教组织往往会号召百姓交钱纳粮，并告诉他们，等到救世主下世就会获得无上好处。这类谎言十分低劣，然而却总有人相信。可拖到最后，救世主并不会降世，那当地的白莲教组织该怎么办？跑也没跑成，那好，就一起反了吧。从元到明，同样的剧本一再上演。元朝建立没多久，开国皇帝忽必烈就领教到了一个叫杜圣人的江西白莲教首发动的民变，从此拉开了白莲教作乱的序幕。不过大家更熟悉的还是元末红巾军大起义。虽然在熟知的金庸小说里，在元末发挥起义作用的是明教，但在真正的历史中，朱元璋发迹时的领导、部下乃至他的对手都与白莲教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前后就开始对白莲教高压禁绝。可中明一朝，从朱元璋自己开始，白莲教就没有消停过。几乎每个明朝皇帝在位期间，白莲教民变都此起彼伏，堪称魔咒。明成祖朱棣时期，山东白莲教女首领唐赛儿发动数千人横行千里，被明廷击溃，逃走后下落不明。尽管朱棣搜捕天下女尼，却始终一无所获。明世宗嘉靖时期，白莲教信徒李福达竟然一路做到了山西太原卫指挥使，相当于地方军区司令，简直就如同漫威电影中的九头蛇，渗透到了神盾局，十分离谱。而且从明朝开始，因为打压政策，白莲教早已成为了一个变形虫，吞噬了诸多的小门小派，吸收了其中的教义，化为己用，同时又散落到各地，成为闻香、金蝉、无为、弥勒、净空等等无数旁门左道的化身，最多的时候可达数十种。最终在明朝成化年间，白莲教吞噬了罗教，那是由罗钦，一个贫寒军户出身的宗教天才，魔改各路大神所创造出的宗教，并完成了究极进化。终极版本的白莲教教义是这样的：第一，世界的本质是光明和黑暗在无尽斗争，并分为青阳、红阳、白阳三个阶段。注意，这里需要补充下，这里明显吸收了摩尼教的元素。第二，世界的主神是无生老母，过去青阳时代派了燃灯佛下生，之前红阳时代又派了释迦牟尼佛下生，紧接着的白阳时代就要派弥勒佛下生了。请看白莲教发展到此时，是不是早已远离佛学108000里了呢？然而白莲教引发的最大狂潮还是在清朝，并成为了满清从盛到衰的关键点之一。从狂潮到隐灭。1795年是嘉庆元年，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刚刚把权力交接给了他的继承人嘉庆。只可惜乾隆没有能
安享天年，并给一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因为就在嘉庆登基的第3天，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就爆发了。10万清军打了好几年，花费了数千万两白银，乾隆甚至私下念咒攻击，都没有能够成功平定，一直拖到了3年后，乾隆弥留之际，作为高产的蹩脚诗人，还不忘写下望节诗寄托忧思。而嘉庆可能是最恨白莲教的皇帝了，川楚白莲教起义平定了9年，折损无数，执政到了中后期，又遇到了白莲教变种天理教攻入北京皇城，一头一尾，实在憋屈。清朝的白莲教反清复明，支派繁多，最高可达100余种，教义会改变，名称会改变，仪轨会改变，但内核上却始终没有改变，依然是分散化组织，依然信救世主下世。然而就在天理教攻入紫禁城之后，横行800年的白莲教却逐步销声匿迹了。原因也并不奇怪，此后没多久，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带来了新思想，也带来了新问题，只是信众们已不太相信有某位会立即降世的救世主存在，时代真的变了。不过后来的义和团，甚至到民国前的洪门组织等等，向上追溯，多少都能够找到属于白莲教的一丝渊源，那是时代的阵阵回声。拨开迷雾，正法为纲。白莲教从苦难中孕育而生，当然有其无法逃脱的历史背景，但对于修行者来说，有其值得警惕的地方。一，避免庸俗化。佛学的精髓在于其哲学内涵，而不在于怪力乱神，舍本逐末就会偏离正法。二，避免功利化。超自然的庇护并不存在，却容易成为懈怠的理由，将救度寄托于神奇，就会忽视内心修持。除此之外，如何保持住正见正知，相信你已有自己的答案。谢谢大家，让我们下次再见。